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你还在中午睡觉吗？长期午睡会变成这样，再忙再有钱也看看。关于到底要不要睡午觉，一直以来都分为两派。要睡派，眯10分钟都好，毕竟中午不睡，下午崩溃。忙了一上午，中午要睡会，休息一下。即使睡不着，躺下玩会手机也很舒服。不睡派，睡短了有起床气，睡久了头晕，起床还得缓半个小时。尤其趴在办公桌上睡，还要流口水。据说不怎么睡午觉的人，智商都要高些。但实际上，睡午觉真的是身体的刚需，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好处。睡午觉是人的本能，其实并非只有晚上睡觉才是刚需，睡午觉一样是人的本能需求。早在1986年，有相关于人类睡眠和觉醒的节律实验中就证实了，人完全清醒的状态只能维持差不多4小时，4小时左右就会犯困一次。在一天当中，人最容易想睡的2个时段，就是凌晨1点、4点和下午1点、4点。在这2个时段中，受生物钟的刺激控制，人处于生理清醒状态的低潮，需要通过睡眠来保证自己恢复体力和精神。只是两者区别就是睡午觉的时间短，晚上睡的时间长。睡午觉有很多好处：一、消除困乏，让记性更好。中午哪怕只睡10分钟，消除困乏的效果比晚上多睡2个小时还好得多。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2003年发表了研究结论，白天小睡与夜间睡眠一样，可以促进睡眠依赖的记忆，所以睡午觉还可以帮助你增强记忆力。因为通过午睡，不仅可以将碎片化的记忆形成具有网络结构的记忆，还能在睡眠过程中将资讯从短期转化为长期记忆。2、调节情绪，缓解压力。当然普通人不需要，研究证据就会有感觉。午后眯一会儿可以改善心情，降低人体紧张度，尤其缓解压力的效果。就像晚上睡了8个小时的整觉，心情也可能会舒畅很多。3、提高免疫力。午睡提高免疫力的说法，目前还很难用证据去证明。但免疫力低下时期的患者，比如感冒、肺炎、腹泻、肿瘤、化疗或放疗等疾病的患者，很容易疲惫。而对于这类免疫力下降的人群，需要白天小睡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。4、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病率。在一个涉及欧洲2万多人的研究中发现，睡午觉跟冠心病死亡率的降低有很大的相关性，尤其是有工作的人，特别是男性中很明显。西班牙的一个医学研究结果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。每天午睡30分钟，人体内激素分泌更平衡，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病率也可以减少30%。除此之外，睡午觉还有降低血压的功效。记住这4点，千万不要做。有的人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睡了一下午，醒了觉得头晕，心情也不好呢？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午觉睡得不对。正确睡午觉一定要记住这4不要。1、不要直接趴着睡，尽量不要直接趴在桌子上睡午觉。长期这样的姿势睡觉会对身体产生一定危害，压迫神经，影响大脑反应速度。神经科、骨科或康复科医生特别强调，头颈姿势对脊椎局部肌肉及脑供血的影响。趴在桌子上睡，有一睡觉时多处关节就紧张，神经受到压迫，长期压迫手臂和脸部，
会影响正常血液回圈和神经传导，使两臂脸部发麻，甚至感到酸痛。如果不加注意，时间长了会演变成局部性神经麻痹，或使脸部变形，甚至会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，影响大脑反应速度，视力受损。趴着睡觉，眼球容易受到压迫，长时间会造成眼压过高，暂时性的视力模糊，使视力受到损害。久而久之会使眼球增大，眼轴增长，形成高度近视，也容易增加青光眼的发病率。尤其对已经出现轻微近视患者，近视患者或戴隐形眼镜的学生危害更大，诱发胃炎。从生理的角度来看，趴着睡觉可能会与胃炎有关系，因为人在午饭之后至少需要1个小时才能把胃部的食物排空。吃完午饭之后就趴在桌上睡觉，胃部被压迫，增加蠕动负担，容易造成胃部胀气，降低胃部消化食物的能力，影响吸收，诱发牙周炎。趴着睡加在牙齿上的侧向力，不仅会破坏牙齿质地和影响牙齿的运动，还会诱发牙周病，甚至牙齿脱落。1999年，日本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中发现，趴着睡的人牙齿脱落率显应高于躺着睡的人。建议虽然是午睡，但最好是躺着睡。如果没有办法躺下睡，就靠着椅背睡觉，脖子后面戴个 U 型枕，腿可以放在椅子上，有利于全身的血回圈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趴着睡，要拿一个软而且有一定的高度东西垫在手臂下，半边脸侧趴着睡，不要压迫眼睛，全身放松，把手按照舒服的姿势摆放，减少对神经、臂力、胃、牙齿等的压迫。2. 不要睡太久，睡午觉的时间非常重要，不能睡太久。人的睡眠可以简单的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2个阶段，是周期性循环交替的。一般一整个周期需要1到1.5个小时，所以睡1到1.5小时的人并不会出现头晕、困倦的现象。所以上班时没有长的午休时间，那是不是只要不超过这个时间都不算久呢？并不是，一般你在入睡超过30分钟后就由浅睡眠进入深睡眠阶段。在这个时间结束睡眠，会觉得周身不舒服，甚至更困，因为这个时候被抑制的大脑皮层还未解除，关闭的毛细血管还未开放，大脑出现了暂时的相对供血不足。在30到60分钟这个时间段会进入深度睡眠，在这个阶段被打断叫醒，之后半小时可能会有轻微的头痛、全身无力的表现。因为慢波睡眠没能完成正常的睡眠周期，可能出现睡眠惯性的现象。在这个时间段醒来的人会觉得晕晕沉沉，迷失方向，也会造成浑身无力、越睡越累的状态。此外，还有人把白天的睡眠时间跟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、代谢综合症做了研究，发现白天睡得越多，这2类疾病的发病风险就越高。建议睡午觉最好控制在20分钟左右，在深度睡眠之前就醒来，这样就可以加快恢复身体能量，提高警觉度，快速高效的投入，也被称作快速充电式午睡。3. 不要睡太晚，经常还有这种现象，尤其是周末，中午很精神，到了下午4点多非常困，于是一觉睡到快天亮，但这样容易打乱生物钟。午觉睡得晚，起得也晚，晚上再睡得更晚，从而导致第二天白天精神不好。建议午睡最好的时间是在早上睡醒之后6到8小时，以及晚上睡觉前的8小时之前，这样既能缓解上午工作学习的疲劳，
短暂午睡之后又不影响晚上的睡眠。4. 不要吃了饭就睡。很多人为了多眯会，经常吃了中午饭就马上睡，这样是非常不科学、不健康的行为。吃了东西确实容易困，因为吃了东西之后，肠胃蠕动会加快，血液涌上胃肠道，集中到消化系统，致使流向大脑与四肢的血液相对减少，大脑与肢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与养分供应，乳酸等代谢产物无法及时排出，容易产生困意。但一吃晚饭就睡，危害非常大，对于消化系统容易导致消化不良，诱发胃炎，甚至引起食物反流，引发反流性食管炎。对脑部，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，容易造成睡醒之后头晕脑胀、四肢乏力、周身酸软。对头部血管，吃了饭马上睡，皮下毛细血管扩张，血流量增加，血液涌向消化器官与大脑增血，就可能诱发脑色酸的危险。建议午饭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再睡午觉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